是邵康，欢迎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黄进议员、尹乃菁小姐、连秀委员、游淑慧议员、侯汉廷议员。好 ，TikTok 哦，他们说这次在西班牙马德里谈，主要是谈 TikTok。川普签令批准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这跟流氓一样，要卖，要不就停运，要不就卖给我，要不就停止营运，那怎么办呢？哦，好吧，那就是为了要营运就卖给你吧。市场专家估值4280亿台币了哈。甲骨文扮有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甲骨文前阵传出之后，股价也涨，不过昨天跌了啊。那这个140亿美元结果呢说比市场预期的低了50%，市场预期呢这个要280亿美元，那当然因为政治力介入嘛。对不对？反正这种你非卖不可而且限期要卖啊，那你怎么卖个高价？就很难卖。而且川普心里面有人了，谁要买，都搞定了，怎么出价啊？那习近平说已经同意了，美国要全面监管，7个董事里面美国占6个而且中国那个董事还不能管他的营运，这几乎是美国全面接收了哈。那川习会 APEC 可能场边会，明年初川普可能到大陆访问。所以在这个之前，美中贸易协议不容易达成那我认为美中协议贸易不能达成，让台湾的贸易可能要摆在那个之后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 ，Intel 说跟苹果讲说要不要买我入股，找上台积电，积极寻求外部的投资合作Intel 最近股票涨，每天涨很多，那天涨25%，昨天还涨了将近9%那另外呢，美国跟韩国很硬，不像日本。韩国很硬，说呢他们的协议可能会砸锅。为什么？说美国的商务部长要求说加码到5500亿，原来3500亿美元，韩国都我给你3500亿美元，我哪有那么多钱啊？对不对？而且给你那么多钱，对不对？1000亿美金，我讲过，1000亿美金就是3兆新台币啊，3兆新台币可以让我们1万家中小企业，每家给他3亿元的补助。这1万家中小企业，如果将来有500家，将来起来了。都不得了所以干嘛给你美国呢？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台湾呢？韩国也这样问为什么不能给韩国呢？你原来20%的关税，你说你要降到15%，你就要给我这些钱，那我降到15%，我能省多少钱呢？或者我会增加多少关税呢？那我要投资多少呢？算一算，划得来划不来，都要细算的，不是你美国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所以李在明喊话被甚至说，南韩不日本，日本投降了，因为日本当时那个首相这个要选岌岌可危所以呢，日本对你投降，而且日本对美国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尼克森去访问了中国大陆，才去访问，还没有承认这个中国，日本就先跟中国这个建交，跟我们断交了。日本就是这样子在国际上就是这样子都看美国美国的动向所以呢，南韩说对美国投资需要有商业的合理性那不是你狮子大开口，我就要承诺你所以呢，还指定是要现金，不要贷款不是说只给你的什么公司到美国来投资给他贷款，现金 cash 拿来而且要提前支付现金。南韩说我的外汇存底都不够我有多少外汇存底都给你了。换句话说，我过去60-70年来赚的外汇，这项呢全部让你拿走还不够，可以这样子吗？看一下。Okay, this is the death penalty for somebody that kills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I think it's capital. 美国总统川普要在华府全面实施死刑，但他却放了 TikTok 一条生路。I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Hopefully he has a lot of respect for me too. He gave us the go-ahead. You know, it's run by American investors and American companies. 北京点头，川普签了行政命令，为了让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就必须从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出来，由美国企业来营运。We wanted to keep TikTok operating, but we also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ed Americans' data privacy as required by law. 行政命令为甲骨文的美国企业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铺平了道路，新公司估值高达140亿美元，而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安问题的个资跟演算法都是美国人掌控。另外，川普也宣布新关税项目10月1号来生效，包括对重型卡车课25%，对所有品牌或是专利药品课高达100%，除非药厂已经在美国或是正在设厂，才能豁免药品关税。另外，还要对橱柜、浴室换洗台等相关的
的家用品课征高达50%的关税。其实上个月美国家具的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暴涨了快5%，未来可能涨更多。老沈，我觉得李在明蛮聪明的啦，因为他实话实说嘛。我照你这样，那我在国内这一关也过不了啊。他说被弹劾、被罢免都有可能。还有呢，我外汇存底用光啊，那这个国内经济凋敝，你也没有什么好处。那我觉得这个讲法哈，应该是赖清德应该听在耳朵里头，多少学一点嘛。啊，不过讲到 TikTok 这个 TikTok 哈，我觉得中国是做了实质上不少的让步。那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出来说，哇，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因为好像不让步也不行了，可能不让步哦，就什么都没有了，能够捞一点算捞一点。不过有一点啊，这个老美的男人是不懂的。你晓得 Murdoch 的前妻是谁？中国女人，姓邓的。现在呢，这个主要的买方 TikTok 的买方，这个 Oracle 这个甲骨文也是中国人，现任的妻子也是中国女人。你看多厉害！中国女人啊，就搞遍西方这个媒体界大亨的家里，而这些你觉得这些中国女人好搞啊？这个看来哈，能够一手遮天下的这些媒体大亨，回到家里都乖乖的，而这些中国老婆哈，表面上是很低调，在家里就不低调了。哦，所以啊，这个川普如果知道这些里面的扣诊哈的美感，一定会有一点说，这样啊，跟我家里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川普发动贸易战争到现在，跟金小胖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美国跟老共产国家的贸易是有限的，但是他有2个人他是没办法搞定，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国。那这2个国家其实川普的做法是搞得大家都两败俱伤。我觉得美国也没什么好处，中国当然也受伤，所以他们晓得最后就说我没有办法把你赶尽杀绝，所以能够屈服，能够退让，然后走一步退一步的这种情节会一直发生。这个到目前为止美国好像它的伤没有非常的明显。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我想了1个礼拜，我想出道理。因为这个总体经济不会违背一般大家所知道的总体经济的道理，就是金钱追逐货物嘛。那现在川普的政策实践了以后，你觉得全世界的钱变多还是变少？不变了，还是那么多钱呢？变少了。有用的、有动能的，在消费者手里的钱变少了，因为他抽了一笔不小的钱作为关税，那这笔钱抽掉了，在谁的手里？在政府的手里。那政府的手里这个钱看起来很可观，但是还抵不过这个美国国债往上升的速度但是这笔钱毕竟是用来抵这个国债的，所以它的效果不大那这个钱少了，钱少啊，如果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变少？理论上如果东西变少了，那这个就要看哪一个钱变少的多，还是东西变少的多。但是这几个月来，其实前3个月到5、6个月，这个货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要变少，但是没有。为什么？拉货，就是拉货，大家拼命拉货，所以你看我们的出口比以前更好啊，对不对？所以当你的货没有减少，而你的钱变少了，通膨没有产生。通膨没有产生的话，川普就说给我那个看利息。这个据说很多总体经济学家，包括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都觉得有一点压抑，所以要骂川普声音都不敢太大。但是我请问你主任，你觉得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都创前高啊，都创前高。你如果手上有美国股票没有创前高，那你是很差劲的。那我问你股票的价格创前高，是不是通膨？是通膨啊。对不对？就是以过多的金钱在追求有限的股票嘛，所以股票创前高。
所以这个要看来看去啊，我觉得川普这一套一天到晚忙东忙西，就在忙这一套，我预测在明年6月以前，所有的病都会出来，通通会出来，百病重生。你知道？你讲的没错啊，就是说，之所以为什么现在物价还没特别高，有很多是因为提前拉货，同时呢是摆在那个地方嘛，就是还没有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以后就不买了嘛。以后慢慢效果可能会显现出来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另外就是，中国不卖给美国，他卖给其他国家，把价钱压低嘛。哦，因为他把价钱压低了，卖给其他国家，所以他这个经济他错综复杂了哈，钱少了，黄金也多了，现在大家去买黄金了哈，这是另外。当然，黄金原来在那边滚来滚去，反正全世界的经济哈，这个短期内看起来没动了哈，不过呢，长期来讲呢，可能不像川普那么乐观了哈。那就。TikTok 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中国大陆呢，这是中美之间角力的一个过程啊。从美国从最早就是你非得卖不可，好，一个都不能够留。然后呢，中国大陆呢也是坚持啊，一定要依照中国从一开始说不卖，好，然后到后来呢，定了一些的原则啊、办法啊，然后讲法呢，慢慢的和缓下来啊。我们看到这次实质上的交易啊，因为呢，美国方面呢，川普的好朋友太多了哈，所以呢，不但是有甲骨文啊，还有像什么阿布达比所支持的这个私募基金啦等等，还有包括 Dell 哈，戴尔科技的 Dell， 然后还有刚才大佬提到的梅朵，还有梅朵的儿子等等，这样子分散下来之后呢，其实 TikTok 美国它是单一最大股东啊，它所占有的股权呢就是19.9%，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演算法的部分呢，本来呢这个 TikTok 美国在美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公司 TikTok USDS。他们就已经是为了美国的用户数据的安全呢，甲骨文方面呢就在运作这个部分。那现在呢，它演算法呢弹出来的是 TikTok 呢，它是用授权的方式呢，让TikTok 美国来用哈，所以说等于是它在这个部分呢，它还是保住了哈，演算法不外流的啊。中国方面所强调的一个原则，然后呢，甲骨文方面呢要去打造一个专门是为了美国用户所使用的演算法。不过呢，这个对于等到看它后来的运作就知道了哈，因为呢，像现在在这个 TikTok 上面的美国的用户有1亿多有1亿多人。如果说它的这个演算法所建立起来的散布性散布性不如非美国的 TikTok 的话，对于这些的使用者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在这个 TikTok 上面呢，它不只是像大家讲的那个影片的散布，很多人在上面卖书啊、卖这个啊、卖那个，也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后来未来的 TikTok 他们自己美国要运营的时候的一个考验啊。至于韩国的问题啊，我在猜哈，我觉得要有更多的揭露出来的事实啊，才会知道说为什么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卢特尼克他会这样子加码要求说你要5500亿美金，而且是要用现金股权，不能够用原先呢韩国所想要的是用贷款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牵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不是要去审理，在11月的时候要审理，就是说川普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对这个世界呢开征，用这个所谓的国家紧急动员的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对全世界开征这个地图炮的关税哈？所以会不会是卢特尼克他们为了未来的不可知的那样子的一个发展，你现在如果说对于像韩国，他可以给他极度的施压，他去要求他5500亿的现金投资的话，即便是未来在这个税的部分呢大打折扣哈，你不能够这样子征各国这么多的关税，要退回到哪一个基础上的话，对于美国的实质上面来说的话，川普政府呢也有这样子的业绩哈，可以跟大家炫耀说，你看我们从那个韩国呢这边拿到了多大的一个实质，所以他对于韩国的这一套会不会对其他的国家也来要求？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基本上民族性是不同的啦。
日本人对美国是言听计从，从麦克阿瑟统治日本开始就这个样子了。所以日本对美国贵美嘛。韩国人个性是很强的，韩国曾经为了美国，你如果走上街头，政府都差点推翻掉啊。所以李在明说，你如果照你的话，我可能被这个弹劾，或是被这个罢免，都有可能啊。就韩国不会屈从。那民进党在台湾原来的打算就是说，立法院把你们罢免掉以后，我爱干嘛就干什么的啦。所以之前都不肯讲他谈些什么嘛，他不能讲嘛，讲出来一定就是这个全国这个舆论一定大哗嘛。所以呢，他就希望把你们干掉以后，立法院是我就没有问题了。那问题现在立法院没干掉，所以民进党也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日本人屈从，韩国人抵抗，那台湾人要怎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天天讲什么蓝军啦，这个亲中卖台啦，等一大堆，搞了个半天，共谍就在民进党里面，而且都是蛮重要的位置民进党共谍案现在4人重判这个吴钊燮的前助理叫何仁杰判8年2个月，从4年到10年不等了那而且呢，审判书说造成外交上的雪上加霜我们看这个吴尚宇他认罪。然后呢，4年徒刑，他比较轻但是也4年。另外呢，认罪6年2个月那这是民进党叫做民主学院副主任然后呢，资深党工黄曲荣这个判10年然后呢，这个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8年2个月他们有的把这个外交的秘密给老公看，有的把总统的行程给老公看。有的把副总统的行程这个选举的行程给这个共谍看等等都非常重要、非常机密的，可以这样子吗？然后民进党这次发生以后，声音都很低还怪国民党好像他们都不检讨不知道说搞了半天，原来共谍都在自己家里所以呢，他有一个共谍的红绿关系网这个黄曲荣现在大陆。这个经商，然后被吸收以后，就是还鼓动其他人来给这个机密资料啦，给这个大陆了而且还骗跟法官讲说，那个机密那个资料，这是我从报上捡来的，这个都很普通的常识。法官说，你这些资料怎么可以拿到？怎么可能？怎么是普通的那赖士葆就说呢，吴钊燮应该请辞了而且还讽刺说，卖国比诈欺犯刑期低，卖国判4年，诈欺犯判5年。这哪门子的这个比例原则那杨永明说，杨永明做过国安会副秘书长嘛，他吴钊燮应该主动厘清，恐怕没有办法取得美国的信任。搞了半天，你们把我们资料都给共产党了那另外呢，吴钊燮说他曾经传出来说秘密出庭作证了他说他不敢相信他的心腹呢涉共谍案，那不敢，那就是涉啦，那怎么办呢？就表示你识人不明监督不力那判决书是说呢，我们外交已经很艰难了，现在处境雪上加霜。那民进党说国家安全零容忍，总统府说尊重司法判决，这不痛不痒，这是什么话？那另外呢，说常年扣在野党红帽子，结果变成滋养共谍的温床。当然嘛，共谍往哪里去？一定往有情报的地方去嘛。在野党情报有什么好收集的当然是往执政党去嘛。你要很有警觉才对所以呢，网络说民进党把台湾又送美又卖中对美国都送你对中国情报卖给你卖台的还有脸喊抗中保台，天天喊抗中保台另外呢，民进党市议员许淑华说是徐巧芯要道歉，徐巧芯说我道什么歉呢？你们这共谍怎么说我道歉呢？是谁该道歉呢？建秀怎么看？第一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当然第一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这整件事情背后政治责任，民进党是不是应该要去承担？这法院的判决说，这个助长中共在舆论、在新闻、在法律上面，包括在心理作战上助长中共。但是这整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这4个共谍案里面，其实都是位居民进党重要的干部，一个在总统府党主席身边，一个在国安会身边，一个在我们外交部长身边。那从过去到这段时间，立法院有开议期间，我们曾经要求说，你们是不是应该来立法院做共谍的专报？因为我们想知道说，到底是哪些重要资料被泄露出去，但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些重要资料。不要忘记，从过去吴钊燮，我们都一直喊说你是断交部长。我们都知道，我们维系一个邦交国，我们要花多少的资源、跟人力、跟心血，但是到底有多少资料是泄露出去，而让我们因为包括在外交部、在国安系统里面，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的邦交国断掉哦，这些其实都是必要跟国人交代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10月份马上开议，我们这一次在国防部我们要超过编列7年以上，超过1兆以上的国防预算。那我们也要跟美方采购，我们要跟法国采购，跟其他国家采购。那我们有这样子，民进党到底有多少共谍窟在民进党做到？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不跟国人交代清楚的话，包括美方这些国家要卖给我们重要武器，人家会安心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除了处理，我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泄露多少资料出去，民进党是不是要负担政治责任？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有一句话叫做"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哈，这句话就是来形容民进党，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看哦，结果家里面都是贼家里面都是共谍哦。这个案子最可笑的是官位越大，刑度越轻。这里面官位最大，然后涉及最机密的是谁？是总统府之役那个吴尚宇就他4年，然后那个刑度最重，被求刑18年最后居然只有判这个10年的是黄曲荣，他是资深党工。大家想想看，资深党工他长期在大陆经商，他或许在里面扮演穿针引线的工作，拿钱给钱交付资料，但是谁接触得到资料？公务员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机关里面的这些公务员所以不管是这个吴尚宇也好，或者是何仁杰，他们才是真正可恶的人，因为你们是官你们是公职人员这个如果在一般的犯罪，你看贪污治罪条例为什么刑度特别重？因为贪污治罪条例是针对公务员，那为什么这个卖国罪、共谍罪针对公务员？泄露机密没有特别加重处罚，4年里认罪就4年，而且这次法官的判刑都远远低于检察官的求刑。这个吴尚宇检察官求刑5年，结果只判4年；黄曲荣检察官求刑18年，结果只判10年。所以法官这种态度，这才1审2审万一再减的话呢？你觉得检察官不会上诉？检察官一定要上诉，不上诉很难看可是如果2审再减呢？通常2审会减。对，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的法官觉得说，这个叛国好像也还好你交付这些机密也不足以颠覆中华民国。那这样子的话，民进党一天到晚在指着国民党立委在骂什么呢？所以这会让社会非常的错愕。原来民进党执政了9年人家说假党假替，你吃国家的还不够，你连对岸的你都要拿。汉庭，我很有资格评论共谍案因为我是前共谍嫌疑人。这个案子呢，第一它很快，我们当初那个案子1审就搞了快4年多，为什么？当时没有证据，证据不足了。那现在呢，这个案子你看半年1审就结束了，看起来是证据齐全，而且他们都认罪了。而我认为审理的状况细节应该要更多的公开，就这间谍到底如何来渗透，难道不该公开，让更多人有防范之心吗？而第二，当时我们那个案子呢，新党也开了记者会回应，人家怎么骂，我们怎么回。当然，节目上我也感谢很多的前辈的声援。我记得当年战情室在讨论的时候，赵大哥也是很同情我，包含乃金姐，我这个位置当时坐的是凤馨姐，都很支持我们。但是呢，民进党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最该出来说明的吴钊燮一直装死。到底是哪些机密被泄露出去，还有哪一些的不良影响？吴钊燮自己有没有政治责任，乃至其他所有的部会有没有受到影响，全部装死，都不用向国会来做说明了。那我当年的官司现在还被骂共谍，所以我同理可不可以说民进党就是共谍党那怀疑吴钊燮根本也通共第三，就在这2天，有一名空军上校，他也涉及共谍案，不法金额143万，被判16年。而现在这个黄曲荣呢，不法金额600万，判10年，可能交出最多资料的判4年。这是什么抓小放大的手法呢？甚至有些部分人是判的比诈欺还要轻
但是要提醒，现在如果大力支持民进党抓共谍，他可能反手就过来抓在野党是共谍啊，因为毕竟司法检调掌握在他手上。像先前他就去指控王宏威的某个助理是共谍，涉嫌共谍，但后来我了解那个根本也是冤案的几率比较高，但他舆论上他会说，蓝的你们不是都支持抓吗？那现在抓蓝的，看你怎么说。所以结论啊。赖清德这个台独政权呢，不承认光复，不承认抗战胜利的，我是不效忠他。什么样叫做不效忠呢？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打架，我不帮民进党，也就是你都骂我是共谍，我干嘛帮你抓共谍？我补充一下，我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当年啊，我小的时候，80年前，那时候飞碟最多，那这个老蒋吓坏了，就是在大陆被吓坏了，所以他看到飞碟非常的眼红。那你晓得飞碟在逃的时候啊，他晚上要睡觉，所以他如果跟你认识或者某某关系，他来找，就在你家睡一个晚上。他后来被逮到了，他就要追究每一个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那你在他在你家睡一觉，你想你要判几年？平均10年以上。包庇，10年以上。窝藏，知匪不报啊，叫知匪不报。而且你10年是出来以后，你大概你的余生就毁了。因为没有人敢用你，所以因为这些我们现在的匪谍就是不重要嘛，就不重要，因为他们拿到的消息老共也没有对老共来讲没有价值嘛，这种匪谍，如果你要依当年的比例来判刑的话，我们现在老共不够，我们现在不够，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看到匪谍，我们再讲，现在听说谁家里有匪谍，谁的办公室有匪谍，大家笑一笑，不是这样吗？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时空环境啊。他们拿到的资料太重要了。不是，因为呢，因为他呢牵涉到，不只是说除了外交上以外，他们很详细的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公布出去。记者采访的这个线上的记者，你可能是比如说之前的时候他会被公布，而且因为呢他们都在总统副总统的身边，所以说呢他可能会经历，他可能会经过他看过的一些的公文，还不止形成这些东西。如果说大陆不是民进党不是常常在讲这个中共对我们在进行这个认知作战，而且有很多海外潜伏在台湾的。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要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等等要采取什么样行为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怎么会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都不解就说是吴钊燮，你在你外交部长还有国安会秘书长的任内，你身边养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共谍然后今天呢，民进党呢还有脸呢说徐巧芯什么你爆料这，我完全不懂他们这个逻辑，我也听不懂，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这个逻辑。他的意思说，如果你徐巧芯不爆料，这些人继续偷更大的，这样他判得更重。你把他爆料了，所以呢，他还没偷到很重要的，或者偷到资料不多，所以才判这么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什么个逻辑？什么逻辑啊？完全听不懂。而且你是要把国家的机密泄露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甘心呢？如果说我们呢之前呢就掌握住这些人的话，你可以说你为他一点小心假消息，然后你去把他给爆出来，但是没有啊，他们不是这样子所以吴钊燮怎么可以到今天依然还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我真的想不透基本上几个了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忠诚度了，对不对？你对国家忠不忠诚嘛？你能把这些东西就卖给这个老共？那你对国家就不忠诚这个不可以的，而且在那么高的位置上。第二个，这个资料到底重不重要，看怎么运用嘛。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823炮战的时候，第一发打下来的炮弹，打到军防部的餐厅门口，3个空军副司令，军防部副司令，空军、海军、陆军3个军防部，这个司令是陆军，陆海空各一个副司令，一颗炮弹打下全部死了。为什么炮弹那么准？当然是有情报了。一定是有情报才会打得了，所以这些大官的情报，尤其总统的行程、副总统的行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对你图谋不利的话，这是很麻烦的。所以一些这种东西怎么可以透露给共产党？怎么可以给共军呢？这不可以的嘛！你再怎么样也不可以了所以说，尤其这些人当这么高的位置，然后每天去骂蓝营，说蓝营是什么亲中卖台，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民进党都不会不好意思什么只是尊重司法？赖清德讲什么鬼话？你旁边的人干这些事情，吴钊燮你旁边人干这些事情，你怎么对得起台湾呢？休息一下再回来。